大家都知道佛教的核心理念是慈悲，我们都听说过观世音菩萨，他以多种身份帮助众生，除了慈祥的形象，还有一些看起来相当凶猛的形象。连菩萨都需要一些强硬的手段，那么为什么菩萨也需要这些手段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现实世界非常复杂，光靠慈悲是不够的。有时菩萨也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来救助那些在困境中的人。对于一些善良的人，可以透过佛法来感化，但对坏人来说，佛法可能无效。首先要用强硬的手段控制他们，然后再慢慢感化。对于那些无可救药的人，最终也只能接受惩罚。如果连菩萨都要用强硬手段来帮助他人，那么我们这些普通人也有必要运用我们天生的自卫本能和一些手段。我们暂且不讨论菩萨是否真实存在，但光有同情心是不够的，慈悲之心加上果断的手段才能真正有效。你还记得佛祖是如何驯服孙悟空的吗？他告诉孙悟空，如果你听话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，如果不听话，我就会对你采取措施。这就是一种果断的手段。真正的慈悲与果断的手段是密不可分的，只有具备菩萨心肠和强硬手段的人，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。了解菩萨心肠与强硬手段的智慧。厚黑学的内容非常尖锐，普通人难以接受，但高手们虽然嘴上说这些不是什么正道，心里却对其情有独钟，甚至利用这些手段在职场上攀升，获得成功。今天我来帮你理解厚黑学的核心秘密。所谓厚黑，就是要脸皮厚，手段黑。这并不是让你做坏人，而是要成为一个有手段的好人。你要成为一个富有的好人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好人。掌握厚黑育人术，是你在创业和职场上成功的关键。手黑学曹操，脸厚学刘备。三国时期，曹操绝对是英雄中的佼佼者，他的特长在于果断和手段狠辣。面对利益时，他从不留情，无论是对救过他命的吕伯奢，还是著名的医生华佗，甚至孔融，他都能毫不犹豫地下手。名言宁可我负天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，他的手段可谓极致。而刘备则是另一种风格，他的特长在于脸皮厚，擅长用情感打动人。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，他常常痛哭流涕，卖惨和讲仁义。孙权一时心软，把荆州借给刘备，还把妹妹嫁给他，但刘备这位演技派大师转身就露出了本性，从此再也没有归还荆州。这里哪里有仁义可言？想要成就大事，你需要曹操那种果断的狠劲，同时也要学会刘备的厚脸皮，忍辱负重。那些给你第一印象特别好的人，往往要特别小心，这可能是他们在故意伪装。人总会有缺点，谁也不可能完美无瑕。就像谍战剧里的卧底，往往对老大印象最好的那个人，可能就是你身边的小人。世上有三种人：圣人、小人和伪君子。圣人少之又少，小人容易识破，最难防范的其实是伪君子。圣人稳定，基本上只做好事；小人也是稳定，基本上只做坏事。伪君子就复杂多了，他们时而做好事，时而做坏事。我们真正需要防范的，往往是这些伪君子。伪君子的行事方式是：小事做好事，大事做坏事，开始时做好，最后却做坏，根本防不胜防。长时间的相处中，他们可能表现得很好，但到最后关键时刻才彻底暴露，那一击往往会让你无法回头。与人打交道时，必须将大利益分解为小利益，能让对方先付出部分利益的，就不要等到最后一起承担。人性在利益面前波动很大，当利益达到一定程度时，一切都难以预测。借钱也是如此，借给他3000元，他会按时选，但借给他30万元，情况就复杂了，因为他会考虑多少钱值得和你彻底决裂。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桌子上的筹码累积的太多，否则就会被伪君子一举清零。你要用厚黑的手段去降服别人，同时也要能看穿他人的厚黑手段。
脸要厚，手要黑，但心要善。佛与魔之间只在一念之间，如果你用这些手段去害人，告诉你，老天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